孙姐的一番话让唐四海心中没了顾忌，于是他便问孙姐：依您之见，我该如何接触萧姑娘，把这些事情告知于她呢？孙姐说，景清后天清晨就会来栖霞寺，夫人的意思是想办法让萧姑娘到栖霞寺里来，然后让景清为你们创造安全交谈的机会。景清啊，唐四海微微一笑，问道：景清现在已经是名声赫赫的法师了吧？对，孙姐点点头，感叹道：景清有慧根，修道学佛皆有慧根，有夫人点拨，他进步神速，虽已遁入空门，但依旧为夫人马首是瞻。唐四海又问：那如何才能让萧姑娘来栖霞寺呢？孙姐笑道：萧姑娘有家设计公司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当然。唐四海点头道：还是少爷鼓励他自己创业成立的设计工作室。当时开业的时候，金陵许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去送了开业礼。对，孙姐说，她公司有一个女孩子，是我们安排进去的，工作能力比较强，已经很受萧姑娘信任了。明日一早，她会抽空跟萧姑娘提一下，想必应该能让萧姑娘来一趟栖霞寺。唐四海惊得半晌没说出话来，没想到夫人虽然从不抛头露面，却处处布下眼线。良久之后，他才问：孙姐，在下斗胆问一句不该问的，少爷身边除了我，还有没有夫人安排的人？孙姐看着他，微笑道：知道不该问还问。说完，却还是回答道：夫人不愿影响少爷的成长轨迹，除了你就没其他人了。其实夫人为此一直挺后悔的，如果当初对萧家的事情稍加干涉，或许少爷就不会和萧姑娘结婚了。唐四海不禁感叹，看来夫人对萧姑娘确实心有微词啊。孙姐笑道：微词这件事怎么说呢？有事肯定有，但主要还是针对萧姑娘的父母，而非萧姑娘本人。当初少爷和萧家人没搬离那个老小区的时候，少爷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夫人一清二楚。当时他们楼下住的就是夫人安排的人。马兰和萧长坤整日对少爷颐指气使，讽刺谩骂，夫人能不心疼吗？这倒是。唐四海笑道：有些时候我都想出手教训一下马兰。孙姐点点头，微笑着说：不过马兰后面也没少吃苦头，也算是教训了。这家人不论对错，终归是太让少爷分心，要是能让他们离开，少爷也能放开手脚，这件事就拜托你了。唐四海神情严肃地抱拳说道：孙姐放心，在下一定全力以赴。翌日早上，萧初然如往常一样，一早便赶到公司。叶晨不在家，妈妈马兰也失去了做早饭的动力，萧初然便从公司楼下带了些早点，打算到办公室里对付一下。本以为自己肯定是第一个来的，没想到公司里自己那个得力干将孙萌萌已经提前到了。见到孙萌萌，萧初然笑着说：萌萌，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？孙萌萌笑道：萧总早，我今天起个大早去栖霞寺，想找大师求个健康符给家人，没想到扑了个空，郁闷死了。萧初然好奇地问：怎么还能扑了个空？栖霞寺今天不开门吗？开门倒是开门的。孙萌萌耸了耸肩，说：只是我记错了景清法师来的时间，他是明天才到栖霞寺，结果我记错了，今天一大早就去了。景清法师？萧初然皱了皱眉，喃喃道：好像在哪听说过这个名字。孙萌萌笑道：景清法师很出名的，是目前国内最年轻的高僧之一，对佛法的理解远超一般法师。最近这1-2年，他游历全国各大寺院，为信众讲法，还会为信众加持法物。据说他加持的健康符和平安符效果最好，是真的吗？萧初然惊讶地问了一嘴。当然是真的了。孙萌萌说：萧总，要不明天早上咱俩一起去栖霞寺吧，7点钟就去，回来也不耽误上班，可以为你老公和你爸妈请几枚护身符。萧初然笑道：我老公好像就挺懂风水那一套的，他自己也会制作护身符，很早之前还送过我1枚。那不一样的。孙萌萌非常认真地说道：风水应该是易经八卦那一套，
跟咱们华夏的道教比较接近。景清法师是佛门大师，他的护身符是佛门的那一套，就像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不同的底层架构呀。萧初然被他的逻辑和比喻逗笑了，乐道：萌萌，你是真有才啊，这比喻都能打得出来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无论安卓还是苹果，有一个不就行了吗？孙萌萌严肃地说：萧总，你知道印度人吧？信奉几十上百万个不同的神，但关键还能做到见神就拜，为啥呀？不就是为了多一重保障吗？我一般遇到难事，求神仙保佑，都是东西方全求一遍。万一哪个神仙没在家，哪个神仙刚好路过呢？那不就让我抄上了？说着，他挑眉笑道：萧总，我给你演示一下。言罢，他闭上眼睛，双手合十，虔诚地说：上帝、耶稣、佛祖、菩萨，还有元始天尊、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在上，小女孙萌萌，求各路神仙保佑我早日发财，长命百岁。阿弥陀佛，阿门阿门，急急如律令。萧初然被他一脸认真的样子逗笑了，说道：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拜神的，厉害吧？孙萌萌笑嘻嘻地说：这都是我的独门诀窍。怎么样啊，萧总，明天要不要一起去？多拜个神仙，多一重保障，而且又不花钱，就买张栖霞寺的门票，买不了吃亏，也买不了上当。萧初然看孙萌萌古灵精怪的劲头，心里对她的性格很是喜欢和欣赏。公司这一年来发展壮大，也有大几十号员工，但多数其实都是职场老油条，城府深，而且心机重。孙萌萌就不一样了，她工作态度认真，从不叫苦叫累，而且聪明好学，让萧初然有了重点培养的打算。而孙萌萌的这番话也确实说动了他，反正就是早起一点，不管有用没用，对自己和家人都没有什么坏处。于是他便笑着说：行，就信你一回，明天早上7点钟，咱们栖霞寺门口见。孙萌萌开心不已地说：太好了，那咱们就说好了，萧总。